火车站城市温哥华。什么叫火车站城市呢？英文呢叫 Terminal City 就是有火车站才有的这么城市这个叫火车站城市。在中国在其他地方呢，城市可能是由于自然村慢慢那些人聚集起来了以后，慢慢才变成一个城市大部分城市都是这样形成的。但是呢，在加拿大呢就不是这样加拿大呢就是大部分的城市呢是由于放火车站这个人就跑到了火车站的附近定居了这样就慢慢形成一个城市。因为交通比较方便物流比较方便所以人就聚集在这个地方居住，所以就变成一个城市。这种就是叫火车站城市。在加拿大这里，大部分的城市都是这样包括温哥华、Kamloops 灰熊镇卡加利一路过去沿途的非常的多这种火车站城市。那其中温哥华呢是最大的一个火车站城市原来温哥华呢不叫温哥华，叫 Granville， 后来呢由于这个火车站叫温哥华，这个城市才命名叫温哥华。那我们呢，现在也是听听水哥帮我们读一读这个第10节。落基山史记，作者介庸，出版发行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学会。第3章，铁路建设。第10节，火车站城市温哥华。据考古显示，8000年到1万年前，原住民已经在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生活。温哥华地区的原住民主要是3大部族：马斯昆、斯霍米什和图斯。这些部族在海岸边以捕鱼狩猎为生，有各自的语言和北美洲西海岸特有的图腾柱文化。他们在今天温哥华的各个地方都有村庄，如史丹利公园、伏羲、基斯拉诺、灰点和菲沙河附近。1791年，西班牙人何塞玛利亚·纳尔瓦斯，1792年，英国人乔治·温哥华都分别来到这个地区考察探索。1808年，西门·菲沙带领西北公司探险队来到菲沙河出口，从此欧洲人开始熟悉这一地区。随着淘金热的开始，1859年2月14日，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定都新西敏市。为了保卫新西敏市，穆迪上校在今天的史丹利公园建立了军事要塞，并开辟京士威小径，以连接中央公园另一个军事要塞和新西敏市。1862年，爱尔兰人麦克利里在今天的温哥华马堡区开办了一个农场，他是在温哥华定居的第一个欧洲人。1863年，另一个欧洲人在今天北温哥华的穆迪维尔开了一家锯木厂。1865年，英国爱德华斯坦普上尉在今天史丹利公园布罗特顿角清理了一块场地，准备开设一个锯木厂，但后来发现这里的水流太急，于是改在今天的盖斯镇建了一家喜事定锯木厂。锯木厂有100多名工人，后来又陆陆续续搬来了几户居民。盖斯镇是这个地区的俗称，与一个叫杰克戴顿的英国居民有关。1867年，英国人杰克戴顿带着新婚妻子和一条狗来到盖斯镇，他身上只有6块钱现金和一桶威士忌酒。因为当时工人们晚上没有什么娱乐节目，于是杰克想在喜事定锯木厂附近开一间酒吧。他与工人达成协议，由锯木厂工人搭建酒吧，工钱在以后的酒钱里扣。工人们用业余时间24小时就帮他盖好一个酒吧。每天晚上他在酒吧里表演脱口秀，客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吹牛杰克。慢慢的，这个地方就俗称盖斯镇，意思是吹牛镇，今天也叫煤气镇。1870年，殖民政府对这个地区进行勘察，并建立了一个城镇，把原来的盖斯镇正式命名为格兰维尔，以纪念当时英国的殖民地大臣格兰维尔勋爵。1884年，太平洋铁路要规划一个终点站，原计划终点站是穆迪港。铁路公司总经理范霍恩来到维多利亚，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索要修建铁路的6000英亩免费土地。新闻公布了这个消息以后，8月6日，本地商人大卫·奥本海默
通过太平洋铁路总测量师亨利·约翰·坎比，邀请了范霍恩一起乘坐私家游艇游览百拉德内湾，先到穆迪港测量港口的水深，再到格兰维尔测量，发现穆迪港水深不够，难以停泊大型船舶，不适合作为太平洋铁路的终点站。奥本海默向范霍恩表示，如果把铁路终点站改到今天温哥华这个地方，他愿意把自己之前在这一地区购买土地的50%捐献给太平洋铁路公司。10月6日，报纸新闻公布了这个消息，太平洋铁路公司决定将铁路终点站改到格兰维尔，同时命名这个火车站为温哥华火车站。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开始讨论注册成立温哥华市。1886年5月3日，在盖斯镇的枫叶广场举行了第一届温哥华市长选举，最后2名主要竞争对手是来自地产界的马尔科姆·麦克莱恩和来自喜事定锯牧场的经理理查觉德·亚历山大。麦克莱恩以242票对225票，仅17票之差击败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本来一直呼声很高，但由于当时喜事定锯牧场工人罢工，坊间谣传亚历山大将用华工来取代罢工的白人工人，造成社会纷争。麦克莱恩乘机对此大做文章，进而击败亚历山大。当时该地区人口大约1000人，其中114名华人，有60名锯牧场工人，30名厨师和洗衣工，10名店员，5名商人，3名已婚妇女和1名妓女。因这次选举要求投票人拥有本地物业和交纳83.75元的投票费，故而华人没有参与这次市长选举投票。1886年6月3日，温哥华发生了一场大火，吞没了整个温哥华的所有建筑物。当时整个温哥华基本上是被厚厚的温带雨林所覆盖。要开发土地，建设铁路，首先需要伐木。那一年天气异常干旱，从2月开始没有下雨。太平洋铁路公司当时正进行大规模的伐木作业，很多被砍伐的树木来不及清理，干枯的树枝堆到20多英尺高，大火根本无法控制，造成28人丧命，所有的房屋被烧毁。火灾的第2天，市政府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办公，第一项工作就是售卖住房用地，33乘125英尺标准地，每块200元。卖地收入可以维持温哥华市政府正常运作。市政府卖完土地之后，开始征收地税，以确保之后源源不断的收入。1887年5月23日，蒸汽火车374号缓缓驶入温哥华美港，这是第一辆从加拿大东海岸开到温哥华的火车。1887年6月13日，第一班从香港开出，经停上海和横滨的俄阿比西尼亚号蒸汽客船到达温哥华港。船上除了有22位一等舱和80位统舱的中国客人外，还有运往伦敦的邮件、茶叶、生丝，从此标志着温哥华这个城市成为重要的欧亚交通枢纽。从亚洲来的人员、货物通过温哥华太平洋铁路到达蒙特利尔，再穿越大西洋到达英国。这是当时欧洲跟亚洲最快捷、最方便的海陆联运交通运输线。温哥华就是凭借着这个太平洋门户的地位，一跃成为加拿大第3大都会。借中评论，有了铁路火车站才出现的城市叫做火车站城市。加拿大有很多这样的火车站城市，温哥华是其中之一。太平洋铁路多次改变线路规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当时非常普遍的土地投机有关。很多人在得知规划的火车站位置之后，提前大量购入该地区的廉价地皮，期待这些本来是荒无人烟的地方变成繁荣的火车站城市时，再把土地价格炒高，从中赢取巨额利润。这样无形之中提高了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征地成本，不断改变线路规划，有效地打击了土地投资炒家。太平洋铁路公司手法极其高明，
使许多土地投资者不得不主动献身。温哥华的商人将自己拥有土地的50%奉献出来，让太平洋铁路公司按照他们预先布局的土地投资来规划线路，达至双赢。这些商业投资手法更值得今天的投资企业研究学习。那我们顺便也讲一讲这个温哥华这个城市。温哥华城市呢，原来是小码头这样的一个城市原来叫 Granville， 就是今天的 Hastings 就是煤气镇那个地方，只有2条街，一条叫 Cotowa， 一条呢叫 Granville 就是这2条街。后来就由于这个火车站呢放在这个温哥华，所以呢才慢慢发展起来。通过里面我们也有介绍本来这个火车站不是放在这里，放在 Port Moody 的就是因为那个 David Oppenheimer 这个人呢，就是愿意捐献一半的土地给这个太平洋铁路公司结果这个火车站就搬来这里。一搬来这里，他一半剩下了一半土地呢，他虽然捐了一半出去剩下了一半土地呢翻了几百倍就不是一半的价钱了。比如100块钱1亩，买了100亩，花了1万块钱。他现在捐了50亩给这个太平洋铁路公司，剩下自己的50亩，剩下自己的50亩就不是100块钱1亩了，可能就变成了1000块钱1亩，那就翻了几十倍，等于总数了，他是赚很多钱的所以他这一招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等于是官商勾结，但是那个时候是很普遍的。自从这个太平洋铁路建成了以后呢，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运输格局。以前我们中国呢要到那个欧洲去呢，我们是要坐很久的帆船，我们要从印度洋去到非洲的好望角，再进入大西洋，大西洋再往北所以是要这样绕一个大圈。那个时候还没有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巴拿马运河，所以呢非常不容易的中国去欧洲。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温哥华呢，中国人就方便了50天从香港可以坐船到温哥华，到温哥华以后呢，坐上这个火车7天就到蒙特利尔，蒙特利尔一下船再坐10天8天呢就可以到这个欧洲了。很多当时很多达官贵人呢都是走这条线路了，包括李鸿章孙中山他们都是走这边为什么李鸿章来过温哥华？他就去欧洲开巴黎和会的时候，他就要经过温哥华，完了以后到纽约那里呢，再坐那个轮船呢到那个欧洲去的。他是走这条线路，这条线路是最方便的孙中山多次来过温哥华，也是要到欧洲那边去。包括第1次世界大战，有30多万这个劳工要送到这个欧洲战场去做这个战地劳工这批劳工呢，也是从中国的山东运到温哥华，温哥华再转火车过去的。所以温哥华呢就变成一个世界的运输的一个交通的要塞所以温哥华这个地方呢，直接就从北半球不用走到南半球去了，直接从北半球就可以到欧洲。所以这一点呢是整个世界的运输格局改变。那所以呢，很多货物人员都要经过温哥华。温哥华这个城市呢，就慢慢这样就成长起来了。那有了这个铁路以后呢，东岸也有大批的那些无业游民呢，就大量的涌到这个西海岸这边来因为温哥华这个城市呢就发展得很快嘛，因为它是交通要塞，也解决了整个加拿大的人口平衡解决了加拿大很多的就业问题等等很多社会问题都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所以呢，这个太平洋铁路对加拿大的贡献呢是不是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是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传统文化等等一系列的都受到这个铁路影响。所以加拿大人对这个铁路是有很深的感情的这一点呢，希望大家读完这一章以后呢，希望你对这个加拿大这个太平洋铁路有所了解。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已经讲了加拿大的3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就西域探索阶段，中国人已经在这个米勒斯带我们中国人来这里呢，参与建这个40吨的帆船那个时候已经有中国人了。
那另外我们在淘金时代，我们担当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时候是 BC 省这里发展的开始，这个阶段是 BC 省发展的开始那个时候中国人就参与这个事件，太平洋铁路这个历史事件也是非常的重要也是由我们中国人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基本上所有的 BC 省发展的历史阶段，我们中国人都参与其中，而且呢有2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呢一个是淘金，还有一个是修铁路我们中国人是担当主角的，一定要告诉身边的人我们中国人呢就是在加拿大这里的，就是应该感觉到光荣这个就是我们祖先一起开发的地方，我们并不是寄人篱下，我们并不是到别人的国家去生活这个就是中国人的地方特别是 BC 省温哥华就是一个中国人开辟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希望大家有所了解。